国民党的主张你是按照年度预算来编，迟早是要发展的，但是你不可能去买那个垃圾货。我在美国一再的就指责他们，你不要把垃圾货卖给台湾。你说把台湾变成刺猬岛，一根像样的刺都没有。无人机跟民进党每次搞什么无人机要10编组，海鲲号一次要做7条，问题做出来7条都是废物怎么办？无人机做出来，结果是买了一批人家的弹簧刀，然后他们还讲什么要发展无人机的就护国神山，这个阴谋是在哪里？好，观众朋友，在礼拜4的时候，行政院拍板我们明年度的总预算，我们看到啊，直接冲上了3点多兆。好，一轮忘记是3.6还是3.9？3.9哦，3.9兆哈，已经将近是4兆了。好，但是国防其中哦是超过1.1兆，那今年追加预算还会纳入强攻等10项军购。好，那看到了是整体的国防预算达到了1兆1225亿元。好，原本我们说啊，这占 GDP 大概3%，不止占将近到4%，是3.94，真的就管呢吼。好，国防部的主计局长呢，他就说啊，立法院3读的特别条例纳入了23案项的10案，政院版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也纳入了3案。剩下的包含国产的强攻飞弹等10项的军购案，将会全数纳入今年度的追加预算哦，所以已经预告你还有追加预算就丢了啦哈。好，台湾国防预算首度破兆哦，美国的媒体说这是向华府还有北京来释出讯号。哦，合理啦哈，毕竟华府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到了GDP 3%嘛哈。好，那看到了这个是说向华府表明台湾正在投资自我防卫，并准备好采购更多的美制武器，同时也警告北京，台湾政府对于强化岛内防御能力的决心。好，但问题是啊，有这样的决心有什么用？哦，你美国东西都不来，我们怎么用嘞？钱缴出去好像打水漂一样。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好，美国发布售我 F-16CD Block 17战机，到今日已经整整7年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梅复兴出示了美国安全合作局在2019年8月20号公布的部分内容，预示装备获得了7成长。好，那2000亿的军购，66架的 F-16V 无法如期交机。好，那我们看到国防部啊拟修条例来延长期限啊，又要延。好，不是说有2架要来了吗？目前还没看到嘛。好，但是除了2架之外，66减2是64啊。就算这2架来。我们还有64，还有63嘛，好，所以国防部说啊，未知用预算将呈报行政院办理保留，那是否修订条例来延长期限也正在研拟，那要确保国军的最大权益。好，预算急如星火，但是交货姗姗来迟嘛，不要紧啊，可以这样吗？不是买货就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那这就是执政党天天吹嘘的国防自主，还有城镇韧性吗？我们看到触及者做了相关梗图哦，说赖清德说中共2027年武统像这样，但是我们的这个66架 F-16原定2026就要全数交货，结果啪2026只来2台啪人家就把你打倒了。然后这个人是谁呢？是维尼亚把青鸟给打倒了。好，大家就说啊，你看只来2架每次要通过特别预算，总是提出对国防有10万火急，结果人民辛苦缴纳的2472亿元。预算大手笔过了，就交货的期程要结束时，却是集体的摆烂延宕。好，那当然在第一岛链，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状况因为比较敏感，中俄最近跟美日之间的关系感觉应该说中俄朝啦他们感觉是一个联盟美日是一个。那我们看到俄罗斯海军的飞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对不起，向西驶过了宗谷海峡。那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了海鹰号跟 P3C 飞机，处于一个警戒状态，并进行监视。好，那自由时报也有做相关报道，说俄罗斯的飞弹发射计划影响空域。那美国军的这个运输机飞到了南极洲，途中折返。好，这是美国 C-17的全球霸王3运输机18号从纽西兰要发往南极洲。但是收到了俄罗斯有一项发射飞弹的计划通知之后，它不到3个小时就赶快的返回到纽西兰。那目前呢，在朝鲜半岛上面看来北韩是不甩川普的示好。
那大规模的发射至少10枚的短程弹道飞弹。那这也让日本的防长这个小泉进次郎说推测这些都是弹道飞弹的北韩发射物，而且都落在了日本专属经济水域之外。那日韩到底现在谁看得清的这个局势呢？因为日本跟韩国现在都有一些动作，尤其因为北韩突然试射了10多枚的弹道飞弹，那这也算是时隔8天之后再挑衅。那高市早苗下了3个指示，包含全力搜集及分析情报，那甚至要迅速准确的向民众提供资讯，还有彻底的确认飞机船舶的安全，为突发状况来做好万全准备。但是他都没有开记者会，只有发文。尤其20号发了3则，19号发了3则，17号发了6则，14号发了7篇，就被政治评论家批评说你只是把自己的主张单方面丢出去，没有办法取代记者会中那种追问跟及时回应。那也很担心，如果他长期依赖这种方式就会很难说已经充分履行了说明责任所以现在呢，高市早苗在国内也是被骂翻。那首相高市早苗跟副总裁麻生太郎之间说裂痕日益加深，所以让他越来越孤立。他使用关西腔是他精神状态的一个良好指标。官员跟亲信说他心情不好时就会说更多的关西腔。这个是日本有些人在讨论这件事情这是 Japan 雅虎里头的一些新闻。那王毅现在也到了首尔嘛会跟李在明还有安保首长一起会面。那他就喊深化合作，不选边站队。好，王毅怎么讲？他说拥抱中国就是拥抱未来，跟中国同行就是跟机遇同行。那李在明就任之后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那他说希望韩方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不搞阵营对抗，不搞选边站队，并行不悖发展同中国、美国等大国的关系。那王毅又再提到日本说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台海的局势，第一岛链局势确实都比较特别一点。那尤其我们的国防预算已经到了我们 GDP 将近是4%。我们问亮哥怎么看？这个国防预算增加，如果采购军品能够及时到位，也没什么不好啦。问题是军品很少人这样买的啦。7年前，这个 F-16V 可能还算是不错的飞机结果7年之后你才到2架，你已经被很多飞机追过超越了，就你手上还拿到旧机种。我想这次那个民众党访问美国美国智库就直接跟民众党讲，说他们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你要用2100亿一次性的买无人机。他说无人机的科技迭代更快，更快。对对对，没错。你为什么要一次买2100亿的无人机呢？你为什么不每2年一期、2年一期这样买，甚至1年？对，因为你这样都要今年下单呢。因为你如果过了，一定要今年下单那你今年下单，等2、3年之后，这个都旧了。他说没有人这样买军品的啦，所以连美国智库都看不下去。是直接跟许忠信讲许忠信写了脸书所以这表示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见解是一样的。拔草浅见也是那个时候马如军就说说为什么我们不改成323来采购？为什么一次要做8艘？潜舰也会迭代迭代，到时候你拿都过时了，而且你做的就是柴油，还是旧型的。它什么迭代？它是买原始型的。30年前我就主张要买 fuel cell 的。OK， 没有 fuel cell，你在水底下潜不到十几个钟头就要起来喘气。它现在就是没有，就是燃料电池。你还讲迭代的，它是所以还是久一阵就要浮上水面。对啊，你是烧电池的嘛？电池要不要充电？充电就要不要开内燃机？开内燃机就要透气。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军购的虚像你如果真的真心为了台湾的国防，你会这样军购吗？糟蹋钱。我讲白了，就是你在讨好军火商嘛，你在讨好金主嘛，不然你怎么会这样买？不然国民党6年2400亿，钱还更多
可是国民党坚持1年1标，对400亿400亿，那执政党不愿意啊，他就不要啊。对啊，哦，所以其中都有些猫腻。当然是嘛，哪有人这样军购的？猫腻很简单啦。啊，帅将军，我告诉你吧，美国的智库也搞不懂美国军火商的想法，因为乌克兰战争刚开打的时候，今天是无人机的时代，美国供了一批弹簧刀，弹簧刀战场上一用不行，乌克兰都不要，对，就退回。美国就是说，那么军火商卖给美军部队，美军部队也不要，这一大堆库存品，搞不好就是卖给你的。就自杀无人机了。哦，那种无人机，我跟你讲，你像我们面对的是，我赞成要无人机，要发展无人机。乌克兰的也很好，伊朗的也很好，乌克兰还打到莫斯科后面1-2千公里了。你为什么不能仿造？因为这个无人机不是什么高科技啊，你要花钱下去就可以做出来。台湾有台积电的晶片，汉翔有做喷射机的能力，对，中科院有整合的能力，这个东西应该是自制，怎么能够包商呢？第二个，你编这么大笔预算，你没有容错的空间，容错就是说我试验失败了，那我换一套来吧。所以国民党的主张你是按照年度预算来编，迟早是要发展的，但是你不可能去买那个垃圾货。我在美国一再的就指责他们，你不要把垃圾货卖给台湾。你说把台湾变成刺猬岛，一根像样的刺都没有。无人机跟民进党每次搞什么？无人机要10编组，海鲲号一次要做7条，问题做出来7条都是废物怎么办？无人机做出来，结果是买了一批人家的弹簧刀，然后他们还讲什么要发展无人机的去护国神山，这个阴谋是在哪里？因为美国在伊朗战争里面发现消耗战对他极不利，400万的飞弹去拦不住1架2万、7万的无人机。所以他现在政策上，他也要做无人机跟无人艇。他做无人机，在美国第一次出算的时候是7万美金一架，战场上人家伊朗用的是2万美金的一架，所以他就想到说，搞10几个国家一起分摊那个成本，不是分摊成本，你来帮他做零件，你帮他做零件。我跟你讲，这些王八蛋想的是什么？我们就做零件，发展成护国神山。根本你就不懂什么叫护国神山。护国神山是你有独占性、不可取代性，有很大的市场。你做得过大疆的市场吗？所以这个也是在骗国防预算，骗国家队。我就那天在立法院听政府有讲，如果你要发展零件的这个护国神山，你就叫经济部出钱嘛。对，怎么能有国防部的钱呢？而且要符合产业条例。你要符合产业条例嘛。那个两个东西完全不一样。我们往年这么多军购里面有一笔钱叫做公合款，就是说美国退一部分的钱，负责台湾的工业或者是国防工业，这个钱用的这个是对的。你怎么拿买那个垃圾货的无人机呢？所以你看问题重重哦。那当然，大家如果没有那么理解，就会被鱼目混珠。这里面阴谋太多了。国家队我们吃的亏还不够多吗？我们吃很多亏了哦。接大使安诺搞，我跟你讲哈，美国要5毛，结果我们给1块，还真的耶。人家说你 GDP 3%，你说奇怪不奇怪？对啊，人家说你军费要占国防军要占你 GDP 3%，我们这是搞到4%啊。对啊，对不对？其他美国学者那要胡扯的、啊。美国现在政策就是3啊，你搞到4是什么意思啊？要讨好人，你要自己也不能乱搞这些预算嘛。你知道他这些还有追加预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那是我们那位赖神他讲说，我这个过去被你删的预算，我下一次用特别预算每一笔我都要编回来。也就是说，你们想删我1毛钱预算，我都不同意。他的特别预算是什么？就是我被你删掉的项目。我重新追加预算，重新再给它编回来，意思就是说，我要的钱你们不要给我删，硬杠啦。我绝对你们这些立法院，你们想删我啊，我想花的钱，门都没有，门都没有，我就给你重新再给追加预算再加回来。那到底今天这个国家是属于谁的？是属于人民的，还是属于一个人的？不是很明显的吗？独裁也不能独裁到这个程度吧？对，你独裁，你就干脆你不是台湾国宪法还没修吗？你就修一个台湾国属于台湾帝国，有人是皇帝，那你就可以这样干嘛？对你现在你好歹你天天口里还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
民主共和国，是五权分立。哎，你怎么这样子对我们这个立法机构不能动你1毛钱吗？然后人家美国人要5毛，你还给1块，人家3%，你给到4%，这个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呢，不能搞到这种地步吧？是啊，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这个要特别监督。将军补充一下。补充一下，我跟阿亮2个都干过立法委员，我干了7年。立法院里面有个规定，你编的这预算今年用不完，要缴回国库。不但缴回国库，还要减少你明年编这个预算的钱，对不对？我什么时候发现呢？我发现怎么搞？每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每个学校都是大批换课桌椅。对啊，要赶快消化预算啊！消化预算是浪费。所以你看哈，赖清德这个阴谋是什么呢？因为立法院有这个条例，他要修这个条例，说预算可以保留，预算保留，他要修这个法还有时间来不及啊。他就搞特别预算编列，对，没错，特别预算就可以说不受监督，我是机密预算，玩这些名堂，就是在掏空我们国库的钱。好，民进党也玩10年了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目前看起来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9月20几号会登场哦，但是中俄是不是现在有大动作呢？包含第一个是肃清间谍。这个是美籍免疫的学者闵欣，他被捕。那当然，美国国务院现在说，卢比欧全面审视案情之后，认定美籍免疫的这个学者是在中国遭错误羁押，所以呼吁北京释放其他遭拘留的美国人。那中俄跨境镇压说威胁升温哦，德国的情报单位开通热线来协助流亡人士。说德国的情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有发布手册，正式设立了一些举报跟咨询专线，来协助流亡者免受母国的跨境镇压。好，那中俄还是有了军力哦，包含它陆的歼16跟空警500现身克拉吃，而且要远赴埃及来进行联合的军演。那歼35则是测试一个新的镜面涂层，专家说疑似是强化解放军战机的隐形能力。那至于俄罗斯的军队则是在南千岛的群海域来进行训练，实弹射击模拟敌舰。那我们也看到了，还有可搭载6枚波塞顿的核鱼雷，说迟到6年俄罗斯的末日潜艇是首次的试航。好，那这个是俄罗斯北方机械制造的联合体宣布09851型的核动力潜艇哈巴罗夫斯克，17号首次的开始进行了工厂航行的试验。那这也是该潜艇自2014年建造以来的首次出海，所以看得出来中俄在军事上面动作频频。好，那川普在搞什么呢？他在想的是他要欢迎习近平要做什么。好，首先呢，他先在白宫这边展示新铺设的花岗岩的材料的直升机停机坪，说这是一连串华府设施当中最新的一件。那他特别讲说建设就是他的专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So for 50 years, more than that, they wanted to have a heliport, but nobody knew how to go about it. And we are building a great heliport. It's donated. They have brand new helicopters that were bought a long time ago, manufactured and recently arrived, and they couldn't land on the grass because the power is so great of the engines that the grass would get ripped up. This granite has a million-year life. It's a very strong stone. It will never break. It will never leak. It will never do anything. This is because that will be used for other things, greeting visitors and lots of other things when helicopters aren't landing. It's好，当然他非常的自傲自满哈。那当然现在看到了川习2会要登场哦，有人认为这可能会为美中关系带来阶段性的风险管理哦，却难以改变双方长期战略竞争的结构性态势。好，那美中现在还有一个战场就是机器人了哈。我们看到了这个全球人形机器人上半年出货暴增近300%。智源语数瓜分是超过70%的市占，所以中国大陆的机器人现在是往上冲的。好，那看到机器人当车评人的表现如何？说见证了
机车评人的实力哦。这是理想汽车跟宇树科技的梦幻联动。好，我们看相关画面哦，由宇树机器人来当车评人，介绍理想汽车的最新车款。好，里头的互动让很多的大陆网友直呼非常有趣又有创意。好，那当然这有点联名的概念。好，宇树科技的创板首日就飙了460%哦，说年出货5500台，净利是2.78亿。到底美国的优势还存不存在呢？大家打了一个问号。专家认为美国已经失去在机器人领域的领先地位，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目前机器人产业最受瞩目的业者。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的9月20几号，看起来川普2会就要进行，现在中俄有一些大动作。我们先问帅将军怎么看？中俄现在的动作，你看跟朝鲜都是一体的。因为日本开始搞军国主义恢复，而且利用那个什么冲之鸟礁跟菲律宾划了一大堆经济海域。你所以看北韩，他非但专打你经济海域，表示什么？我们根本不承认，不承认你这个。那俄罗斯也派飞机啊，派舰队跟中国大陆在你印度、日本的北边这个海域不断的在巡逻。一方面要宣示他的主权，普丁都站在折冲岛上。上百年来，俄罗斯的政策是重欧轻亚，所以这边对西伯利亚靠这边的根本就不太关注的，不太管。现在俄乌战场打得这么忙，他还要跑这边来，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你日本不要想再把什么四岛问题来跟我扯淡，而且你画的经济水域我根本不承认，而且跟中国更紧密的合作。那朝鲜跟俄罗斯的关系多密切啊！3万5万的人送上战场，俄罗斯给他导弹的新科技，供应他现代武器，教他现代战争的战术，所以俄跟朝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当然要平衡啦。中国现在要到南韩，告诉他：你不要选边站，你也知道你的处境。做生意是追跟你最近的是谁？中国大陆啊！你跨过渤海湾就进去了。上海市一大堆韩国人呢，对，观光旅游都在那边呢。所以这个就是大国博弈这2个圈子嘛。日本是美国在挺他，当美国的棋子，但是当棋子你不可以过度表现。川普也勒在手上，你不要妨碍我跟中国的这个习近平的见面了。那高市早苗有时候做过头了，还被美国勒着呢。奥斯曼当然想，我面对这3个强国都有核子武器，我为什么不能有？所以一直在想废核3条件。这搞得日本老百姓很紧张。你有核子武器的时候，人家就有核子武器攻击你的理由。那日本经得起核子武器吗？经得起核子武器的攻击吗？所以你看。俄罗斯在那边秀军演，连美国那个飞机都不敢过去，因为有实弹射击啊。军演一定是划一大块空域跟海域啊，禁止民间任何东西来往，而且很让人家忌惮的是，俄国人出手很果断的。有一架韩航的飞机，俄国人怀疑你下面夹带了有照相设备啊，很多年以前啊。1987，一发飞弹就把韩航飞机打掉，那100多个客人打死了。是，他没有什么考虑犹豫什么国际公法了。所以日本人怕俄国人是怕到骨子里啊，他不怕台湾人啊，不怕中国人啊，他最怕俄国人，他最怕俄罗斯啊。关东军一抓了10几万人，跑到西伯利亚当奴工，冻死一半了。所以这也是他们过去他们回想的经验嘛。所以为什么？蒙古人跟这个俄罗斯这些战斗民族下手都很狠的。蒙古人征服人家民族，男孩子只要高过车轮的都杀。是，好，亮哥怎么看？这次真的蛮值得注意，是中国跟韩国的接近因为双方有互利的部分。我觉得中国是故意要拉抬韩国，打压日本。因为日本有一些货品韩国可以做嘛，那他到时候就买韩国，不要买日本
那韩国当然在中国有很大的利益嘛。听说它的韩流啊，那个 Blackpink， K-pop， 对对对，他那个 Blackpink 已经在杭州有签唱会了，可是还不能公开上台，所以韩国当然希望他能够有这方面的收入啦，这方面收入蛮大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王毅去访问韩国嘛，对，那你看那个李在明高兴的样子，比见到川普还要高兴啊！而且你看到韩国跟川普真的是闹翻哦，有到这么严重啊？我觉得那个川普不是叫他缩减吗？每年那个美军的费用要从30亿增加到100亿啊，直接拒绝啊，然后希望韩国对伊朗表达一点意愿嘛，直接拒绝啊。川普非常生气啊，所以才减少美韩的军演，本来11天啊，变成5天啊。结果李在明说，我们减少天数也好了，你不要惹恼金正恩嘛。他的想法真的跟尹锡悦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值得观察今年的 APEC 啦，因为今年 APEC 搞不好主席是韩国人哦，现在都在观察啊，说中韩可能会有元首会晤。把那个习近平可能要访问韩国，因为上次李在明去就已经邀请了嘛，那现在王毅去韩国了，这给人家感觉就是一个会前会啊。APEC 值得重视的是北朝鲜可不可以参加，因为他不是会员，可是主办国可以邀请啊。如果北朝鲜被邀请啊，哇，那这个是大事啊。有可能，因为朝鲜现在往经济上发展，对，他要往那边发展，那他也希望美国解除部分制裁嘛。那美国现在还没有回应呢。你看川普说要见金正恩啊，对啊，金宇镇出来说没有意义，他就在要条件嘛。是，我觉得他要的就是局部解除制裁，对，所以接下来 APEC 可能也是一个因观察为川普要去啊，哦，而且是在深圳举行啊。是11月的时候，哦，你去想一想，如果北朝鲜真的被邀请，中美2个韩，这很大的事哎。介大使怎么看？日本这个这个军国主义再军国主义化，这个俄罗斯最近的反应越来越强烈，而且这个12号、13号，普丁到南千岛群岛视察，结果后来高市早苗出来开记者会严重抗议，还提到说，2024年1月，当时普丁说要去这个南千岛群岛视察，我们就一直在跟他们交涉，叫他不要去，就还去，对不对？结果弄完以后，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就找日本的大使要召见召唤日本大使进俄罗斯外交部加以训斥。那大使本来就不想去他身体不好然后如何，大概被俄罗斯警告了一下，就去了。你知道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就酸他一下说：“我那个大使本来身体不好，可是最近突然变好了，所以呢就召见。出来以后，那大使一语不发，拉夫罗夫记者会警告日本，用什么警告？他直接把那联合国宪章拿出来107条敌国条款，这个敌国条款很简单，我俄罗斯打你的时候就符合国际法，我可以主动打你。”因为107条说，你们这些战败国将来给我作怪的话，我们的战胜国就可以直接出兵，不要安理会同意。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俄罗斯要打你是属于合乎现代国际法的，就讲到这个地步。接着马上一个舰队通过中国海峡，中国海峡就是这个库页岛跟北海道之间的那个海峡，进去了进行军演，然后再宣布这个奥塞冬的这个可以搭载奥塞冬鱼雷的这个潜艇末世潜艇，带你抓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
还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稍后帅将军也会抵达我们节目现场，再为大家来介绍。好，我们首先还是要带大家来看哦，因为呢，赖总统去到了234旅哦，在19号的时候进行续免。好，那当然他也当场送了红包。那他也有讲到说，接下来第3类的会加薪4000块嘛，哈，大家的话题哦都在加薪上面哦，毕竟没有人要跟钱过不去。但是后来大家发现说啊，赖总统啊，在拿完红包之后啊，其实一度很想拍手。我来看嘛。好，谢谢总统。谢谢总统。来，这里。谢谢总统。谢谢大家。234旅向总统致赠。好，所以呢，网络上大家的讨论就是啊，是很需要掌声的赖总统，是多么需要掌声啊！还有人说啊，3军统帅都当多久了，敬礼还学不会啊？真的有够好笑。好，那因为一轮军眷嘛，照我的印象来说啊，军人应该到底说敬礼或者是说谢谢总统这样，但比较不会用拍手啦哈。但是赖总统他是明代出身嘛，他又很喜欢街头演说等等的，他这拍手真的拍习惯了哈，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只是在军队当中这样真的有点突兀。好，你可以看到政治局甚至还说什么马屁文化再升级，赖清德续免234旅就官兵致赠赖语录的马克杯，印制了赖清德肖像金句。不说还不知道，放大一看不得了，这边就是赖总统有没有看到？这是官兵致赠的。那大家就敲碗说，我也要赖语录的这个马克杯哦。你看，敲碗请赖总统推出全民普发赖语录马克杯的政策，从国小生喝牛奶到阿公阿嬷喝热水，人手一杯，直接达成精神信仰的全面渗透，连喝水都能提升政治的站位。所以呢，大家就想说，哇，现在这个官兵也蛮会做一些行销，尤其要让赖总统欢喜。好，那对岸现在到底是不是吸引力日增呢？因为 PTT 在热议也说，好像越来越多年轻人到中国大陆来自由行了。你看到有人问卦说啊，越来越多年轻人去大陆自由行了。最近台湾年轻人到中国大陆观光的人数已经位居第2。那 YouTube 上面其实也有充满非常多的年轻人去大陆旅游自由行的影片。那现在越来越多人是直接到大陆自由行，是不是代表大陆根本超级安全，而且又超好玩？好，那确实我身边也蛮多人最近也到了上海啊、苏州啊、杭州等等的来自由行。但是民进党一定会说中国大陆很危险。那当然网友就也这样讲，还说党说完会去不回不来啊，嘻嘻。但是反观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呢，最近啊他又开始很多的这个抗中，为什么呢？他讲说啊，这个申请中秋包机遭拒，梁文杰他就酸说啊，因为还太早了。他怎么讲？他说中秋节是下个月25号嘛，这次申请包机是8月21号。他说实在离中秋节还太早，前后7天再来申请啦。他说啊，最近只有中元节他以为很好笑，殊不知蛮不好笑的那也有媒体质疑说，其实根本没有北戴河会议嘛，那你们之前赖总统在攻下，那陆委会还在那边赶快发声明，结果这一次梁文杰怎么说？他说啊，中共会介入台湾选举，会打击哪一边，连3岁小孩都知道。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不该帮中共洗白。好，我没有要帮谁洗白，我只是觉得3岁小孩不会知道这些事情。小朋友2岁半、3岁，谁会知道那么多政治问题啊？只有你心中有政治，谁都看起来都像政治。好，那当然看到这个最近在网络上非常夯，他是谁呢？张雪。我们看到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胼手胝足的影片，大家都很热血。那他现在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了嘛？他的张雪机车之前在台湾也有人引进，没有上路只有零件上面自己进来之后组装，结果被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官员把他都带走了。那张雪知道这件事情他有做了一些回应，我们先来听听。咱们台湾的880被查扣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查。第一，就是车主去找律师援助，所有的成本
我来出，然后你去找最优秀的律师团队来把这个车要回来，我认为应该是能要回来。第二，如果要不回来，我就再送你一台车。好，如果送的这台车又被查扣，然后我再送一台，就是不停的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送到统一为止。好，那当然，张学讲到送到统一为止这句话，哇，引爆了网络上的讨论。所以可以看到，有人就讨论说，民进党扣一台车，他就再运一台，说这家公司做的机车哦，是参加全世界一堆比赛，为什么要阻止这种便宜又品质好的机车来台湾？那有人说，难道我们台湾人民只能听那种听玻璃擦完、擦狗、擦眼的生活吗？台湾人民想要过好一点的生活，有什么错？经济部长龚明鑫之前是怎么说？他把姿态拉很高哦。他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可以卖到台湾，非常欢迎重启谈判。但目前看到风传媒的评论认为，怎么一辆私人组装车惊动了4大部会联合查缉，包含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跟内政部，可见代志就大条张雪机车为什么让赖政府如临大敌呢？因为明明它就只是在赛道测试的一个组装机车，到底能有多大威胁？有人就说它的这个820撞开了3道门，中国制造升级的门、两岸贸易管制的门，以及台湾社会重新认识中国的门。赖政府真正如临大敌的对象，恐怕早已超越一辆不能挂牌的私人机车。那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则回应说，张雪机车遭查扣问题是面对两岸交流滚滚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制造资讯茧房不断的被戳破，台独叙事也不断的被揭穿。好，那当然看到一开始的赖总统到了这个部队来进行训勉但是他又忍不住想拍手。亮哥安怎看？这个赖清德要争取部队的好感很容易啊，你就加薪就好了嘛。他就不加。他最近就加了一个什么战斗4000块啊3类部队嘛我们要3万块。我跟你讲，那个不是3万啦，是按照你的级别，从15000到3万都有那你这种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发4000，他就喜欢就是我权力最大，只有我可以发红包，要听我的，他不要用法律来解决这个就看出你的诚意嘛那其实去大陆我们在2年半来。去大陆旅游有上千万人次那陆委会公布失联名单，里面有一大堆是犯罪的，你如果是非犯罪，然后失联即便是用陆委会的数据啦，不到500人了，你已经算这个比例，上千万人次去大陆，陆委会所谓的失联不到500人。那这样叫高风险？你确定到美国没有失联吗？我自己去过美国那么多次你去纽约看看，纽约现在普遍很多人都说，你只要是亚洲人的面孔，都有一定的风险，就因为跟中国那纽约来自方方面面嘛，上就曾经有一个台湾的留学生在纽约被人家打，你陆委会怎么不讲话？这个不是陆委会啦，外交部怎么不讲话？所以我是说，这根本都是故意的啦。结果他没有面子的地方是，他3令5申这么严重他的媒宣费都花在这里了。然后他的媒宣费不是被删吗？对。说现在已经8月了嘛，他从现在到年底，媒宣会这10几万嘛，剩下15万那坦白说，你登那个失联也不用登了啦，给了钱嘛，你登那根本没有用嘛。去大陆的照样去，而且年纪还在下降，因为你们讲的东西距离现实太远嘛。比如说，人家问赖清德那个。人家是在问你北戴河有没有开会就你不好意思回答，因为你知道没有嘛，就在那边讲说，哎呀会打压台湾选情的，3岁小孩都知。
你为什么不回答有没有北戴河啊？那如果没有，为什么赖清德要引述呢？那赖清德就干脆出来承认嘛，不好意思我引述《自由时报》了。那《自由时报》是听谁讲的？《自由时报》写国安人员呢、你赖清德不会回家问啊？是哪个国安人员跟《自由时报》讲的？你为什么不去查？张雪机车我讲白了啦，同型822的机车有意大利跟日本的，价格是张雪机车的2倍以上啊。我们台湾没有这个产业啊，我们台湾的机车很发达，可是没有重机的产业。那这个朋友啊，他就进口零组件，把它组装，他要摆在家里欣赏，4个部会联手，交通部啦、经济部啦、陆委会、内政部联手去他家查扣，他没有开到街上，把它查扣，没有错。你进口零组件，然后把它组装起来，这是违法的，这没有错啊。那他知道他有违法之余嘛，所以他不敢骑到街上。你没有这个产业，然后你让台湾人喜欢重机的朋友，一定要去买日本跟意大利的，要花2倍的钱以上，这就是民进党政府了。好，所以张雪机车这件事蛮多人有共鸣的好，帅将军来到我们现场了，那将军怎么看现在的政治分析？我先讲这个，人家一个国家的保护政策，说引进一个东西会打击本土产业，那你有可设关税，你也不能说是禁止。台湾现在有多少大陆货，对不对？有啊，你日用品里面很多，那你为什么拿这个事情来说事？这就是认知作战嘛。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文化部宣传的，跟那媒体宣传的，大陆的火车没有靠背，是绿皮，那上千万人去看，不是这样嘛？对，你就怕人家说中国大陆东西好，这张雪的机车就是好啊，全世界比赛多少都是拿冠军呢、而且这个车跟我们的台湾流行的一般老百姓骑车不一样，它是赛道车嘛，那也有喜欢重机，我们台湾没有一家重机厂啊。你买杜卡迪，你买哈雷，你买川崎的，都是外国货，所以这个没有道理。把这个国安恐惧啊做到极致了，你说他能够有监听设备，有这个感测器，把你台北市警都照下来吗？胡说八道，这是第一个，这叫恐共振。第二个呢，我干了40年军人，接待过领袖来简报开会，我们接待过很多次。是。不管你来阅兵，你来劳军，你到了这个营房，一定接到主官的那个会议室里面，有人跟你专门简报今天做什么科目，你在哪里站了哪个位置收礼，哪个位置颁奖，军礼是什么？你显然就算你听了也没有在意嘛，你还以为在选举场合我拍手啊？这个时候你不要拍手，你给官兵招手也可以。因为这个不是蔡英文以前很喜欢这样嘛，马也在这个也不对，不对啊，这个是回礼，是啊，回礼是国际上的回礼，这个礼节，军队不是这样，军队你举个手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总统根本对军方呢太陌生了，只能做选举的活动。第二个，加4000块钱，一个养家活口的军人，4000块钱能干什么？4000块钱不够他1个礼拜买菜的，所以这个东西你点到为止吧，也不能像这样子搞嘛，只为了政治宣传，而且只有某一类哦，还某一类。他说前面加过了，因为这一类的人缺员缺太多。我们军队编制上是16万、17万人，实际上60%都不到，尤其是战斗部队，缺员大概60%。60%我带兵的经验，你平常练兵啊，军队要自己练啊，你要有假设敌人，要有演习的部队，你还要写稿子，人少了，去到伙房，去掉卫兵，去到这个操场上站10几20个人，你就要练什么兵呢？场地听说靶场也被人家拿去倒垃圾，对不对？对现在在搞什么 BB 弹训练老百姓。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我问你，你这样开什么玩笑？第二个，到大陆观光旅游，年轻人当然喜欢去啊。最现代的东西、最潮的东西在对面嘛，人家机器人也好，无人遥控的东西也好，我们台湾都没看到。我去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乡巴佬啊。这个差异太大了。这又回到什么？民进党越近，大家就越想要，问题然后什么东西就越红。而且你在这边的旅游消费比大陆贵很多，你知道吗？这大使怎么看？对，其实这个张雪机车这个禁啊是不符合，这违反国际贸易法的。国际贸易法的话，第一个，你如果说是 WTO 会员的话，你不能歧视会员，你不能就是说啊，今天啊这个摩托车，意大利的车子可以进来，然后呢，日本的机车可以来，大陆机车不能进来，这跟你两岸关系是没有关的。你只要是 WTO 的会员，你都要遵守国际贸易法令。所以我们这边是明白的违法，而且呢，事实上的话，我们这里面我们自己也有一些自己内部的单行法了哈，就是说我们这个贸易安全，什么都跟贸易安全有关系啊。它也定2个原则，第一个呢，不影响社会安全、国家安全。摩托车你影响国家安全吗？对不对？而且是重机，对不对？重机是比较小众的市场，它不是说台湾。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禁止我们要对相关产业不会产生重大不良影响。张雪机车在台湾的市场，它同类的产品，刚刚我们郭委员讲了，只有日本跟意大利的产品啊。你不让张雪进来，你就是在哪里？你就是在帮助你在帮意大利、帮日本。意大利、日本人有感谢你吗？可是这个最后代价谁付出呢？代价是我们的消费者。我们消费者可以用1半的价钱享受出跟日本、跟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同一车，而且人家是世界冠军，比你意大利的跟那个日本车更骑起来更拉风的，你不让他买，你把这个利润交给日本人跟意大利人拿你好处，他也不会觉得你好。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们台湾单方面禁止了大陆多少产品？2500项。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违反 WTO 的国际贸易法之外，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我们当时在跟大陆签 ECFA 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前言里面有一点，我们说台湾方面承诺要逐步减少对大陆的贸易障碍。对。可是我们对大陆那个限制大陆产品的项目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那你 ECFA 我们还享受了大陆差不多一开始有560几项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优惠贸易待遇，最后很多都降到零关税。后来中国大陆又收回一部分嘛。那当然我们也给大陆一些产品零关税啊。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当时签约好，我们有这个承诺，我们也没有做。那回过头来就变成就是说，请问一下，进口张雪机车对台湾的安全有什么妨碍？是，我觉得只有对这个目前的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有妨碍，对台湾认知作战，对台湾没有妨碍。我倒觉得反而凸显了这赖政府的自卑。其实张雪机车它的轮胎是我们国产的。对，你看它进来以后它的产业链进来的话跟我们台湾本地的这个零组件产业的话，绝对是互蒙其利。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